我们在使用大模型的过程当中，比如说使用 Cloud Code 或 Gemini 或者 Open Code，我们经常会使用这个搜索或者浏览器调浏览器的一些功能，但是呢，它非常的耗 token，因为它要解析整个的这个网页。最近呢，这个 Vercel 开源了这个 Agent Browser，它这个Agent 浏览器呢，据说能比传统的浏览器能接受80%到90%以上的这个 token 用量，所以它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就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怎么来使用 Agent Browser，从安装到使用，我们全部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包括我们这个，比如说用 Agent Browser 直接去丢个链接进去截图，丢个这个 X 链接，让它总结一下。这边比如说长贴它的一个推文，然后网友怎么评论的，都可以一次性给我们总结出来。甚至这个油管的视频，它也可以直接进行总结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来使用它。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它的一个 GitHub 这个网页怎么去安装。第一步呢，就是我们执行这个 npm install 这个安装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把它 copy 下来，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命令终端来安装它。因为我本地我比较喜欢用这个 pnpm，所以我改成 p。你用 npm 其实也是一样的。我们来安装一下，我们等它安装完成。这个安装还是非常快的，很快就完成了这个安装。底下这个 Agent Browser 因此到这个它是安装浏览器，它要下载一个浏览器，因为我们这已经有浏览器了，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不执行。它后边也说了，就是说它也会自动检测你本地的这个浏览器。我们暂时我们就不安装了。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 Scale 怎么来安装，这就是它 Scale 的一个安装。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这里它建议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安装。这种方式安装的话，它会安装到我们用户目录下有个点 Agents 目录，它里边把这个 Scale 都装在那里，然后在 Cloud Code 或者 Gemini 里边建一个软链接过去，相当于这个实际的 Scale 是在点 Agents。点 Scale 里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先装一下npx 安装一下。我看到它这里边有个选项，上面它已经列出来了。这个通用的，比如说 Codex、Cursor，还有这个 Anti-Gravity 等，包括 Gemini CLI 这些 Open Code 这些常见的，全都默认选中了。底下这些还有 Cloud Code、Open Cloud、Code Body 什么这些。我根据需要去选择就可以了。我本地基本上就这些，我就给它确认一下，回车就行。然后我们是全局安装。你选项目安装，它就会安装在当前目录，所以我这个全局安装。这个选项也很重要，这个是通过链接的方式链到各个工具底下去。它的原文件实际上是存在 Agents Schedule 这底下，然后其他的这个 Cloud Code Gemini 它里边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快捷方式，你点的话其实会跳转到另外一个地方。然后 copy 的话，就把文件实际 copy 过去。如果你要更新或者说下次再修改的话，你这个全部都得 copy 一遍，比较麻烦，所以我们选这个。然后回车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完成了安装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用户目录底下 Agent 杠 Browser 这里边就把 Skill 的 MD 就过来了。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 Dear Cloud，我看到这个是一个链接，它把它链到这个用户目录下 Agents Skill，然后 Agent Browser 里边它是一个链接，有个箭头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软链接。现在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安装。然后怎么来使用呢？我让它截长图试试，看它会不会把整个网页全部截给我们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需要截图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去找别的工具了，非常的方便，而且它也不会消耗多少头盔。他说已经截取你看一下open 一下，哎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确实是一个长图。下面呢，我们再看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它总结一下？比如说这个推文，这不是有一个推文是吧？Andre 维纳他刚发布的一个贴文，我让他总结一下，同时让他总结一下这个底下网友的评论。
们看到这个贴文它给完整的总结出来，但是呢，这个评论它总结不了，因为啥呢？因为我们没有登录。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呢？我们给大家想个办法来解决它啊。我们要先查一下有哪些这个浏览器配置。我这儿我看到我又配了2个账号，一个是 AARadar，就是你登录了2个这个邮箱，Google 的邮箱就有2个配置。这里先验证一下，我这个 X 到底有没有正常登录啊？我们可以这么来做，打开看一下，我们确认我们的 X 账号在这里已经被登录了。我看到这个账号是被登录了，是吧？没有问题。OK，关掉，然后我们回到这里。我们看到这次他拿到了这个核心的内容，但是呢，他没有拿到这个评论，因为刚才登录我们说的这个它没有生效，然后后面怎么办呢？其实也是有办法的啊，我在这儿直接写 int browse，这样看看行不行啊？我给它指定一下，这样的话等于说我们告诉他使用哪个浏览器的配置，我们使用的就是 AirRadar，就是这个。因为我们这个 S 账号都是登录在这个浏览器账号底下。我看一下这一次它能不能识别。我看到这一次它就成功加载了这个评论内容，因为通过我指定这个浏览器的配置，它成功了找到了 X 账号登录信息，然后拿到了这个 X 的这个评论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X 的链接。贴文的链接直接扔给这个 AI，让它帮我们总结。如果比较长这个贴文，我们想看一下，网友都怎么看，我们不用一个一个去翻，我直接扔进来，然后让它来总结就可以了。好的，这就是今天给大家的一个分享。如果对你有帮助，请你点赞转发，谢谢大家。